欢迎收看北境讲文化大革命第20讲中国特色政治贱民。1年前2月29日那一天，我开始做的第一讲这个系列公开课啊。今年呢没有29号，今天28号，那么整整1年了，做了20讲。我预计呢这个系列公开课还需要10讲左右才能够讲完啊。那么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中共建政向广大中国人民承诺的是不再有阶级这个美丽的乌托邦之梦是当年的那些中国人为之痴狂。毕竟过去是有阶级的比如地主资本家呀那么这些广大劳动人民后来有了一个新的帽子叫无产阶级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没有阶级呢？那中共通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这种社会运动那么所谓的团结大多数人民去斗一小撮的敌人或者统治阶级剥削阶级来实现。那么到文革的时候，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所以在文革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叫清理阶级队伍，那么简称叫清队。这个事情怎么做呢？毛泽东曾经说说清队是要干嘛呢？是用政权的暴力对所谓阶级异己分子进行一次残酷的清洗。那么受害者呢，主要就是历次政治运动造就的政治贱民和国民党政权留下的旧人。这个政治贱民这个词呢，现在很多中国人已经不熟悉了但是呢，现在的很多中国人在嘲笑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比如说印度会嘲笑人家有种姓制度嘲笑呢有这种低种姓的人呢是一种社会上的贱民。但实际上呢，除了种姓会造成贱民，那么政治同样会造成贱民。那么在新中国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历史上，那么有历次的运动就造就了非常多的政治贱民。你可能不是因为血统，不是因为这个出身，不是因为你的这个经历等等的经济条件或者你的文化水平，都不是，而是在政治上把你打击，把你化为这个政治贱民，这是有极强的中国特色的我们今天来看看当年是怎么做的。这个清队呢全面开展是1968年那个时候毛泽东要求尽快实现大联合，重新这个建设这个新秩序，这么一个时刻。那么群众组织中出身不好的人以及呢虽然出身好但阻碍了这个重建秩序的人，就都成了清队的受害者。那么67年1月30日毛泽东就对谭震林关于国务院农口几个单位情况的报告就批示了，就说林彪、恩来同志此谏值得一阅，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质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都自己跳了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倒，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请你们注意这个问题。谭震林的意见是正确的，此件请周印发较多的同志看，引发警惕。那么这个文件发到全国各单位领导的人的手里，要求什么呢？要用阶级斗争的眼光审视职工，审视旧社会过来的人。那么这个事情到底是在做什么就是在中共这样的执政者眼里到处都是敌人因为他的这个政权得来就不正。那么以及呢他自身的这个从这个理念上从他建党的这个受这个境外势力的资助他的在夺取政权过程中的这些黑历史包括这个统治的过程中给这个中国人挖的各种黑坑所有这一切就导致他岌岌可危所以在他眼里到处都是敌人无论内外。所以对内这个敌人就是叫怎么做呢？叫清理阶级队伍
这个其实就是一种他们自己中共语言逻辑里的对敌斗争，他们时时刻刻要斗争。那么1967年初，为了保证文化大革命的秩序，毛泽东就提出了说要搞几条原话要搞几条。搞什么呢？就由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一个文件，叫《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这个后来也简称叫公安6条。这个文件呢认为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实现人民群众的大民主。所以这6条里面着重给大家念一下第2条第2条就是以思想和言论定罪，规定了不能攻击污蔑这个对象，除了毛泽东和林彪以外还扩展到了周恩来、江青、康生等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领导人。那么第4条，将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扩展到了21种人及其家属，就这些人都会被打成政治贱民。那么这个呢是一部恶法，这个恶法就成了后来清理阶级队伍的一个法律依据。那么67年11月到68年4月，清理阶级队伍呢就在各省开展试点，68年5月就全国开展了。那大家所熟悉的有一个女性的牺牲者，在文革时期的叫林昭，对吧？她就是1968年4月29日在上海被枪杀的，就是以这个清理阶级队伍为名做的这个事情。68年的春天，发表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就为这个清理阶级队伍呢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这条指示就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那么68年10月就处于这个清队的这个高潮中这个时候毛泽东就对这个阿尔巴尼亚访华代表团这个团长叫巴卢库就对他们等人说说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所以我们不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大陆上有国民党残渣余孽，有些人钻到我们中央领导机关来了，或钻到地方领导机关来了。这一次算是一个做了清理，在过去一些工厂主要领导权掌握在这些坏人手里。新华印刷厂有4朝元老，北洋军阀时印钞票，日本人占领时也印钞票，以后国民党接管了这个工厂还印，解放以后帮我们共产党印，里面主要的人没有动过，这次运动了他们，不清理清理不得了有些国民党的中将少将摇身一变变成工人了，什么上校中校少校尉官多得很。这一次党政军民来了一个比较大的清理，自己清理自己暴露。拿7亿人来说，坏人大概1/1000，这是指敌我矛盾严重的。广东清除出来的包括国民党士兵、宪兵、警察、国民党军官、国民党党部的人，三青团一贯道，大体清理一下有40万人。广东省有4000万人，40万占4000万的1%。这40万过去当过国民党的宪兵、警察、党员不都是坏人？如果按1/1000计算，4000万中有4万人。大概还有半年到1年搞清理阶级队伍、整党，这样可以保持一个时候的安宁。10年到20年，不能说这一次搞得那么干净了。在8届12中全会上，谢富治说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要把广大群众和混入群众组织中的极少数坏人区别开来，把有一般历史问题的人同叛徒、特务区别开来，把一般性的错误与政治问题区别开来。那么张春桥也说要掌握好党的政策，不然的话一个个跳楼这是不行的，不能解决问题。
你们华东师范大学一下子搞了这么多，人家要告你们的状来了，学生要处理好，不要打击面过广。但问题就是中央领导人发的这些话啊，包括之前毛泽东说的话，但是你这个运动啊，实际在全国开展的时候，就会和这些人的话呢相差得很大。这个清理阶级队伍的打击面呢会越来越大，斗争的越来越残酷。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底下的这些基层干部，他们就会觉得啊，人啊抓少了是立场问题，如果抓多了只是政策问题，所以宁可犯政策错误，不能犯立场错误啊！你就是在这种集权制度下，下级迎合上级，就一定会去放大上级的这个意图啊和一句话的这种指示。所以在中国啊，凡是整人的运动，最后都是扩大化的。那好，根据毛泽东啊这个专政是群众的专政这条最高指示，全国各地就都组织了群众的这个专政队伍。到1969年春天，比如拿安徽来举例啊，整个省城乡每个角落都有队员，发展到110万人。实际上就是群众斗群众啊，群众整群众。这些群众专政啊，他根本就不顾法律，就想揪谁就揪谁。所以在这个安徽省群众专政组织存在的这3年多时间里，在军管会和革委会人民保卫组的领导下，就先后对150多万人实行专政，包括清理阶级队伍中啊清理出来的43万坏人。那些被专政的对象呢，就沦为政治贱民，遭到残酷的批斗、毒打，受尽折磨。其中有18万人被长期的非法关押、拘禁，直到1971年6月7日啊，省革委会通知要撤销这个群众专政组织的时候，那时候还有5万多人被非法关押，这么多年。所以整个清理阶级队伍到底有多少人受害呢？那么就有人研究啊，大量的县志啊，得出结论，就说除了极个别的县份以外，那么一般的纠斗人数呢，都会超过10000人。死于这个清理阶级队伍的都在100人以上啊，就说的是这个每一个县啊。那么呢，全国啊总计应该是有3000万人被斗，那么有50万人死亡。那么从文革后1500多个县志取得的信息，对农村地区的运动进行分析啊，估计大约有3600万人遭到迫害。那么其中被杀害的人在75万到150万之间。那么大概呢也有同样多的人啊没有死，但是致残。那么中国官方的文革史承认说，清理阶级队伍制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加上他们的亲属和各种社会关联的人，那么全国被株连的群众多达1亿人。那这里面呢，我不给大家去细讲了啊，在每个省、每个市、每个县都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啊？有非常多的数据啊，我就不在这里给大家细讲。我举一个比较生动的例子，《让子弹飞》这部电影大家都看过啊，里边有一个这个小六子，是不是？就是这个脑子呀稍微有点问题啊，大家就这个陈坤演那个角色就污蔑他说吃了什么2碗粉啊，给了1碗钱，对不对？后来他为了自证清白啊，人家撺掇他说你把这个肠子划开啊，给大家看看你肠子里究竟是1碗粉还是2碗粉。最后他就这个激将法啊，他就自己把自己给肠子划开就死了嘛。这个场面呢，其实我相信看过这部电影的人都记忆犹新啊，但这个是有这个真实历史来源的。在当时啊，文革时候，在江西啊，水电部的有一个工程队啊，就开展3查运动以来，有一个人就自杀了。怎么自杀的呢？就是在这个办公室的走廊上，他拿着菜刀啊，将自己的腹部刨开，然后将肠子掏出来，
用剪刀还一节一节的剪断，边剪他还边喊说：“请大家看看我的心肠到底是红的还是黑的。”这肠子一节节的被剪下啊，血淋淋的落在走廊的水泥地上。这个两旁的办公室门口就围观的人就都惊呆了，但是没有一个人上来阻止和救助。这个人在走廊上走了10来步以后，就终于倒下死了。所以你看啊，电影啊是电影，真实远比电影拍的要血腥残酷的多。再说说云南省啊，这个清理阶级队伍呢是1968年12月开始的，到1969年底啊，一年全省共清出9种人，237310人，其中叛徒3231人，特务5481人，现行反革命分子18028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1669人，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怀右分子208901人，破获反革命集团1854起，其他集团818起，各种反革命和刑事案件6769起啊，基本都是捏造。1968年11月29日啊，当时的这个云南省这边呢就说云南150万人口地区是和平协商土改，还有90万人没有划分阶级成分。说要打倒推翻一切阶级，但是呢，先干的事儿是给人分369等，先给你划分阶级成分，划分完之后你被斗比如你是地主或者富农，你就被斗一次一次又一次当再一次这个群众运动来的时候，还会翻旧账。你看这个时候又来了。那么69年初全省就派出了83687人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第2次土改。那么这时候就又要划分阶级成分，那标准呢就变成了你在文革中的站队，那就把这个一批这些站错队的群众就给你说你是地主和富农了，又给你划回去了。那么宝山、临沧、德宏、大理、文山、玉溪、楚雄、红河等10个地州市的部分县统计，原本的那些贫下中农就被迫就被升格为地主、富农，总共有多少人呢？有7605户，一共超加了30620户，就胡来就是拿这个阶级纯粹的在玩政治游戏在政治里面你就沦为政治贱民，那是非常悲惨的。不同的社会群体的人在当时都受到了打击。那当然了，其中知识分子是这个清理阶级队伍的重点群体之一。大学呢就是重灾区，比如清华大学6000名教职员工中在这个清理阶级队伍中被审查的有1228人。在科学院经区单位里边，比如说物理学家张宗穗，地球物理学家这个赵九章，动物学家刘崇乐等著名的科学家都被迫害致死。当时科学院经区的员工总数是9279人，其中被群众专政和隔离审查的就881人。那比如说这个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各研究所有600多人被诬陷为特务，其中200多人被隔离审查，2个人是活活打死，10个人打成残废，4个人自杀。这里边包括1949年从美国归来的女科学家雷红书，另外有9人自杀未遂。那么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肖光彦，他是化学博士本来在美孚石油公司任职的。那么50年他怀着爱国之心从美国归来，为中国石油工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他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都受到怀疑和冲击。然后终于68年10月5日，工宣队就把这个肖光彦抓进了牛棚，抄了他的家。那么12月11日，这个专政这些队员喝令管他叫牛鬼蛇神让你起床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死了。验尸结果就是服过量的安眠药自杀。
他这个时候才48岁。那么工宣队马上贴出了一张特大喜讯，通报整个全科学院就说他死了而且呢，死了之后还成立专案组，以他为中心，弄了一个什么301特务集团列为重点大案，为这个事情株连了11个单位的26个人那么这个萧光彦已经死了，他妻子甄素辉，他正在一个农场劳动改造。当天下午，这个工宣队的人就把他叫去了，就跟他说了，说这个反革命特务分子萧光彦畏罪自杀，他的问题是敌我性质的，你这指着他妻子说你要继续交代。他妻子呢异常安静甚至失去了女人痛哭的本能，说她看着丈夫的遗体，提出了任何人都没法拒绝的要求，就是给她2天假回家照料这个多日不见的孩子。她这个请求被批准了，她当天就回到家自从他们夫妇俩被关起来呢，她有一个14岁的女儿叫洛洛，就孤身一人，无人照料所以呢就猜测这个甄素辉呢一定和他女儿进行过一场世界上最艰难的谈话，进行了外人无法判断的一个生死抉择。因为洛洛呢就把自己的一张照片留给了同学，这个小小的孩子呢在照片的背面工工整整的写着永久的纪念，就说明这个孩子可能对一切呢也是有准备的。所以呢这个母女2人一起包了饺子，还吃了饺子，说几天后当人们发现他们的尸体时，母女俩紧紧的相拥。接着说还有中国物理学泰斗叶企孙，68年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已经70岁了，因为他的一个学生叫熊大珍的事儿呢，他也被捕入狱。这个熊大珍呢是38年的时候去冀中抗日的，叶企孙呢就帮助这些学生在后方搜购了一些雷管、炸药等军用物资说那些曾经去炸碎日军的这个机车车头的这些黄色炸药地雷，就是这些学生制造的并不是那个电影《地雷战》中说的一些靠什么农民土法制的这些地雷，不是的那都是在美化中共的一个抗日战争都是在瞎编的实际上是这些真正的这些化学家、这些物理学家他们弄的。但是在战争中呢，这熊大珍就被怀疑是汉奸秘密逮捕了，在没有任何调查核实以及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在押送途中就被人用石块砸死。那这个事儿在这个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又重提，就把这个他的老师已经70岁这个叶企孙就关押了。那么叶企孙当时只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是科学家，我是老实的，我不说假话。他被放出来的时候已经身患重病，小便失禁，双腿肿胀难以站立，整个身子弓成90度。这个叶企孙他是中国的这个一代的这个物理学的宗师就是很多人大家知名的一些后面的物理学家都是他的学生比如李政道钱学森、钱三强这个王淦昌等等。好，还有一个人叫姚玉泰1891年生的，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48年当选第1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他49年拒绝了去台湾的专机继续在北京大学任教。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结果也是在这个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68年10月16日，他就在北京大学燕南园51号楼自来水管上上吊自杀了时年77岁。我觉得墙内的朋友呢，刚才我念的这些名字你都可以在百度上搜一下你看看现在在百度上是怎么说他们的比如说这个姚玉泰完全没有提是自杀而是捏造说他患重病等等等等，大家可以查百度核实一下。还有一个人叫董铁宝力学家、计算数学家，是中国计算机研制和断裂力学研究的先驱之一。
抗日时曾冒着日军轰炸参加抢修滇缅公路桥梁，4、5年赴美获博士学位。那么在美国呢，参与了第一代电子计算机的一个设计编程，5、6年放弃一切，绕道欧洲，花费3个月辗转回国，任教北大。结果呢，就在这个清队过程中被指控为特务，被关押审查。68年10月18日上吊身亡。赵九章1907年生，著名气象学家、空间物理学家。49年筹组主持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又担任国家科委气象组长等等。60年实施人造卫星发展计划的651设计院成立，他主持科技工程工作，是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68年10月10日，在极度绝望中服药自杀。他自杀的这个1968年仅仅中国科学院自杀的1级研究员就多达20位，其中还有一代数学宗师熊庆来，还有康奈尔大学昆虫学博士刘崇乐，真菌专家邓书群，化工冶金专家叶朱佩等。那么好，还有这个傅雷著名翻译家，这个大家都知道，58年化成了右派。68年他和妻子朱梅馥被揪到大门口，站在长凳上，戴上高帽子批斗，受尽人格凌辱。9月3日，夫妇双双的也是这个上吊身亡。那好，在没有大学的县城，清理阶级队伍的重点呢，就变成了中小学的这些教师，也是非常的惨，非常多的人体育界也受到冲击，比如说这个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傅其芳江永宁，都是因为是从香港回来就被怀疑是特务相继的都是悬梁自尽。1959年为中国挣得第一个世界体育冠军的乒乓球运动员这个荣国团大家都很清楚也是从香港回来的。57年归国的时候才19岁，也是被怀疑特务。68年6月20日，他写下了一句话就叫不要怀疑我是敌人，写这么一封遗书，然后用一根绳子将自己吊死在一棵槐树上，年仅30岁。那体育界是这样，文艺界也是清队的重点。你比如说有一个黄梅戏的演员严凤英，那就是把他当成资产阶级反动艺术权威来批判。在军代表刘万全的这个领导下，红梅剧院这应该黄梅戏嘛为什么叫红梅剧院呢？因为原来叫黄梅剧院在文革的时候改名叫红梅剧院对她进行批斗就摧残她的心灵，并且让她的丈夫和2个未成年的孩子都到场一同接受批判。那这里面呢就说他反江青抵制革命样板戏。他的这个老搭档呢，这个演员王少芳，就是他们在这个天仙配里面这个男的演董永他演七仙女是吧？这个王少芳也站出来贴大字报诬陷他，但就使得他因为可能是存在这种友谊嘛受到了更大的震撼。68年4月7日晚上，他服下大量安眠药，然后写下遗嘱，准备彻底解脱。这时候她丈夫呢王冠亚发现了，赶紧报告这个军代表刘万全，请求组织抢救。但是这些刘万全呢跑到他们家之后不是马上送医院，反而在他床头开启了批斗会，直到他神志不清不能说话才草草收场，这就耽搁了宝贵的抢救时间。然后送医院这个过程中呢又没有这个救护车又靠这个丈夫王冠亚借来的一个拉货的板车又拉来拉去，又耽误了时间，所以到了医院，医生又没有及时抢救，8号凌晨2点去世。这就是全国人民心中那个美丽善良的七仙女不到38岁死了。死了还不算完，这个军代表刘万全又带着一帮人跑到医院，又胡说说他是什么接受特务机关指令自杀的，说证据说他有发报机和照相机就藏在他肚子里，非要对这个尸体开肠破肚搜出这个证据。
结果就勒令这个医生啊扒光了他的衣服，然后就他和什么几个这个革命干部，还有几个群众组织的头头啊，就这么看着，监督下就让医生就抛开了他的腹腔，把内脏就翻了个遍，结果找到了一些尚没有消化的安眠药之外，什么那些证据都没有。这时候这刘万全还对着这个尸体说严凤英，我没看过你演的黄梅戏，也没看过你演的电影，但是我今天看到了你的原型。再给大家讲讲啊，这个内蒙古的这个内人党的这个冤案啊，这个事情也是非常的惨啊。1966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呢在北京前门饭店啊召开了华北局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内蒙古党政军领导人共146人，在这个会上呢，就把这个内蒙古党政一把手乌兰夫呢定为了三反分子。什么叫三反？就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还加上了一个破坏祖国统一、搞独立王国的民族分裂主义、修正主义的错误。那么做这个定性的人是谁呢？是刘少奇和邓小平。那当然了，有没有毛泽东的决策还有待进一步的资料挖掘。好，66年8月16日，中共中央就撤销了这个乌兰夫的一切职务啊，就把他这个监禁在北京了。华北局会议之后呢，中央就把内蒙古军区降为了省军区。那么北京军区这边的副司令员呢，滕海清呢就去任这个代司令。这滕海清到了之后，就对这个自治区的公安厅和蒙旗的公安机关实行军管。67年11月1日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的革委会啊，他自己任主任。那么这个时候，整个内蒙古的文化大革命的主线是什么呢？就是解决民族分裂问题。68年7月开始，这个清理阶级队伍，也就是要干嘛？挖乌兰夫的黑线，肃乌兰夫的流毒，简称就叫挖肃。那么这个就是针对民族分裂问题啊，挖肃呢，主要任务就是查清反党叛国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这个党就是简称叫内人党啊，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内人党。那么就将这个乌兰夫呢，就定为说你就是这个内人党的总头目啊。其实呢，这是完全的张冠李戴啊。好，那么乌兰夫还自己申诉啊，陈情，他说内蒙有没有民族分裂？有，但不是他，非但不是他，而且他还正在抓这个分裂集团。这个集团就是原来的内人党，人数呢有200人。所以这个确实是这么回事，就是文革之前，这个乌兰夫一直在抓内人党啊，现在他被污蔑为是这个内人党的头目啊，他自己也就沦为了政治贱民。1925年啊，说这个内人党1925年10月，在张家口成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这个党呢，还曾经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纲领呢是反帝、反封建、反大汉族主义。27年，蒋介石呢就清党反共啊，内人党呢也一分为二啊，部分就投奔了国民党，部分呢就继续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那么日本投降后啊，这些内人党的领袖呢就发表宣言，就说提出内蒙古将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下加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友邦中国革命紧密提携啊。当时他们想要跟蒙古合成一个国家。那么呢，想用这个方式彻底解决蒙汉的民族问题。但是呢，随后呢又重建内人党的东蒙党部，并创建这个内蒙古人民青年团，并且派代表赴乌兰巴托商议合并统一大业。结果呢，遭到了外蒙的拒绝。那这些人就转而寻求什么呢？独立了，想成立东蒙人民自治政府。那么1946年3月中，这个乌兰夫呢代表中共中央与这个赤峰和东蒙自治政府负责人这些人呢就是见面啊，洽谈内蒙古东西部统一问题。结果经过洽谈呢，这些人呢就放弃了独立自治的主张，决定停止内人党的活动，
那么实际上，这个内人党呢，在1947年5月以后就不存在了。但是呢，为了搞这个清理阶级队伍啊，搞运动，这些过去的污名和都可以翻出来继续用。所以呢，60年代初啊，一位从内地调入内蒙古大学的历史教师，他不了解内蒙革命历史，他在这个查阅历史资料中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就说呢，原先的内人党头目都混进了共产党，在内蒙掌握了领导权，他就开始向这个校的党委书记啊去密报敌情。又恰好呢，63年的2月6日，公安机关在这个邮件中发现了一封以蒙古人民革命党第2次代表会议署名的信，是寄给蒙古人民共和国主席泽登巴尔的。这封信呢，又要求与外蒙合并，争取民族统一。但这个案件呢，始终都没有侦破。那于是啊，到了67年了啊，滕海清刚才说的这个任这个革委会主任之后，他就又听了刚才那个人啊给他讲关于这个内人党啊长期搞民族分裂的历史。于是呢，滕海清就觉得可以开始搞了这个挖粟运动啊。那么这里边呢，还有一个蒙古族人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啊，就是内蒙古文联副主席。这个有一本书啊，《草原烽火》的作者叫乌兰巴干，原名呢叫保因达赖。他呢就在1967年9月建立了内蒙古纠叛国集团联络站。这个联络站就专门纠内人党啊，包括康生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好，开始68年7月，以滕海清为首的内蒙革委会就认定啊，说内人党是潜藏在内蒙古地区搞民族分裂的反动组织，是乌兰夫的案班子。首先呢，就由内蒙古大学和军区政治部逼供出来了新内人党分子。那么10月的一天，他们就开始在这个呼和浩特市体育场召开这个敦促新内人党成员自首登记群众大会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好，那么这个时候，新内人党呢就说了，说他们是一个极具能量的庞大的钻进内蒙古自治区3里5界的反革命组织。那么挖出这个新内人党呢，就比揪出乌兰夫的成就还要大。于是呢，刚才这个挖粟运动又发展为了挖乌啊，什么这些东西。好，滕海清就说啊，乌兰夫有个庞大的案班子，表面上是共产党，实际上是内人党。等等等，他们已经混入了我们革委会啊，什么说一大堆，说甚至有的汉族干部如果受到牵连，也要批斗。好，这个运动啊就开始越来越深入，打击面就越来越广。那他们当时得出一个结论，好，就是说，凡是揪出来的是蒙古人啊，不用问，打。他们的核心小组成员这个高锦明啊，把话说的就更明白了，说这就是大汉族主义，但不能说运动就是整古人。但是后面他们也有意见说啊，不能再挖了啊，再挖就挖到自己头上来了，因为干这个事情的很多人也是蒙古人。那么滕海清又说从内蒙古的历史看，由于乌兰夫搞民族分裂，在组织上培植了他的黑势力，民族干部倒下去要多一些，这是事实。那么在他这种指导思想下呢，后面干的就更加的无所顾忌了啊，比如这个浙盟军分区司令员啊赵玉温，他说了一句话，说的就更露骨了。他说浙盟敌情严重，光蒙族就有70万。这个时候另一个司令员啊赵德荣就说，把蒙古人都挖了，在全国也是一小撮。然后啊，再往后，在66年5月的华北局会议上啊，又开始说这个乌兰夫民族分裂罪行啊，等等等等的。那么搞到最后啊，说越来越扩大，越来越残酷。内蒙古自治区总共只有200万蒙古族人，结果这么挖了10几万人还不停手。
所以普通的这些工农牧民几乎家家都被挖出有反革命，还挖了很多长期在内蒙工作的汉族干部职工，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啊，大搞这个逼供性，动用这个各种刑罚，压杠子、老虎凳、吃炉渣、火柱烫、震冰块、穿指甲、捅鼻子、打乳房、上吊、打鼾、木棒、捅阴道、热盐水、浇伤口等等。在这个乌兰察布盟这个有一个他们这个主任啊，叫比利格图门，他的这个牙齿就被专案组用老虎钳一颗一颗拔掉，接着又把舌头和鼻子割掉，致死。还有把人啊用这个刮脸的这个刀片，将身上的肉一道一道刮开，然后往这个伤口里揉进盐，再用烧红的烙铁烙这个伤口，虐杀致死。小孩子就这么活活饿死啊！还有人啊，把一个人的这个达蒙齐党委书记啊，这个包国良，他的妻子也是被诬陷成内人党。这些凶手们就用绳子拉大锯，甚至把他的这个阴道和肛门都拉通了啊，惨不忍睹。这个伊克昭盟有15万人被打成新内人党，占总人口的21%，致死1260人，致残2322人。图克公社共有2961人，挖出926人，说是新内人党啊，占成年人的71%。他们就为了逼口供啊，就将这些女牧民的衣服脱光啊，用烧红的这个湿柳棍啊烫他们的肚皮，这个肠子都露出来，然后再烫阴道啊，外阴烧坏，说变得不男不女，然后打人的皮鞭上缠铁丝，连打20多鞭啊，这个脊背上的这个皮肉都勾掉了，露出这个脊椎骨了，伤口腐烂不给治疗，活活臭烂而死。就这些成千上万的啊，去搞这个挖粟运动的这些积极分子呢，就被迅速提拔重用。那这些凶手就都受到了鼓励啊，伤亡的人就越来越多。总共的伤亡人数啊有3种说法，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的数字，说34.6万人被关押，1.6222万人被迫害致死，8.1808万人致残，这是第一种说法。二呢是流亡海外的蒙古族学者巴赫的说法，说逮捕关押了80万人，50万人致残，5万人被迫害致死。第三个说法呢是半官方学术机构内蒙古大学编写的内蒙古自治区史，说呢2.79万人被迫害致死，12万多人致残。那么学界呢认为第三种看法比较接近实际啊，就是致死2-3万人，致残12万人，关押了50万人。就这个挖新内人党呢，搞乱了局势啊，其实加剧了民族矛盾。那么中共中央呢采取了就是行政分割的办法，1969年7月就把这个内蒙行政区划出了6块，东3蒙就这个呼伦贝尔、哲里木和昭乌达啊，分别划给黑龙江、吉林、辽宁3省。那么巴蒙所属的3个旗划给了宁夏和甘肃。那么从此啊，内蒙古自治区面积只剩下原来的38%，那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内蒙古啊那个版图，实际上只是原来的38%。那这个大汉族主义或者黄汉主义，就用这种方式啊，在切割这个蒙古人的这个土地啊，而且呢，不只是切割土地啊，用刚才这样的一个残酷的运动啊去屠杀。那么蒙古族经过这一场这个清理阶级队伍啊，包括这个挖粟啊什么这些运动之后，人口只剩下了原来的16%，也就是说有84%的人口损失掉。
所以啊，在整个的这个清队运动中啊，凭空制造出来这种集团冤案就简直就太多了啊。这个呢有非常多的数据和这个案例啊，我们今天就不展开给大家去念了。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可以自己去查啊，有很多这样的一个资料。所以呢，就是通过今天讲的这个内容呢，让大家去体会一下啊。那么其实中国并不是说没有阶级了啊，那么这个阶级划分呢会更加的随意啊，不由血统，不由你的经济条件，不由你的文化水平啊，完全是由一些政治上的这些政策和因素啊，想怎么划就怎么划。今天你是整人的，人上人，明天你就会被打为政治贱民。那么这一切啊，有没有尘埃落定？没有。啊，我们为什么讲文革？就是文革实际上在中国并没有结束。那我相信啊，生活在中国墙内的朋友们啊，会体会到，沦为政治贱民会有多么的悲惨啊，以及其实你距离政治贱民只有可能半步之遥啊。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感谢收看、订阅、分享。